走起来了。昨天的早餐和中餐我们都吃了优格，结果晚上就开始觉得不对劲。一大早大家轮流起来上厕所，顺便拍拍日出。昨天在韩国旅人的欢闹声下睡着了，起来发现有人在洗澡和露营，觉得太惬意了，忍不住多拍了一点。日出真的很美，可惜肚子痛到连吃早餐的心情都没有。早餐是新鲜的水果加优格，更是完全吃不下去。吃完了早餐又急急忙忙地上了厕所，赶快出发。为了避免出现状况，在超商补给了一点食物。这种插曲虽然很麻烦，但也算是一种日常。今天的第一站恐龙博物馆。行程表上博物馆是个不确定的行程，本来都放弃了，没想到最后一天还能来参观。买完票后，导游说里面要加价才能拍摄，我就没拍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幸好有来博物馆，5星级的厕所让大家都上得很满意。博物馆很大，我们逛得超过了时间，结果本来预计要吃的餐厅大爆满，只好另寻其他的餐厅。导游说还有另外一家也不错吃的餐厅，但比较远，我们就慢慢的走了过去。同一间吗？都是咖啡店。果然是中午吃饭时间，间店几乎都客满。你要想什么？羊肉饭好吃，羊肉馅饼也是超好吃的，你忘了拍照。扮相变变态态的可以。一路上一如往常的大漠风光，动物们随处可见。车子也随时在修理中。戈壁石头多，路又蜿蜒崎岖，真的是很伤车。所幸都不是很严重的损坏，顺利的来到了白山。从高处往下看，地貌像一幅天然的画布，壮观到让人无法呼吸。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走到下面去，就开始寻找上下的路。往下走并不难，但是千万不要和我一样穿着拖鞋，这样难度增加很多。刚左下忘拍了。
然后不小心就会和我一样跌倒，被坚硬的小草刺到。之后会一直看到我的手，多多包涵。啊，好痛，好像被海胆刺到的感觉。草都刺进肉里，一路上拔个不停。走进白山里，抬头仰望，岩壁在头顶延伸，带来一种压迫感，和刚才的俯瞰完全不同，像是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夕阳已经悄悄地到来，也即将要返程。是蚂蚁的家，你看一颗颗圆圆的。拍成什么样子啊？先前抛下我们先下来的同伴，终于和我们会合。对啊，我下来第二次。回头看看白山，色条纹的山壁非常的漂亮。哇，像走好走的。都可以了，都可以了。往上爬没有向下走那么的危险。有没有脚印？有就走。这都是沙子哦。对啊，好，帮你拍一张。你这半山腰。我在帮你支撑着。他在挖地。只是天快要黑的压力比较大一点。哎呀哎呀，你的屁股有没有刺刺的？真的屁股痛死了。这就是很刺、很像海胆的草。回到台湾还在拔，查了一下资料，叫做骆驼刺，骆驼也会吃。你可以吗？相较马吃的草，幸福多了。哦，太感谢了。你看我头都没这个问题。你等下再滑倒。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哦，回来了。夕阳下的白山更加的美丽了。哇，又是夕阳。夕阳西下，在这寂静的夜里，这旅途最美的收尾。戈壁的最后一夜，就在白山和星空下结束了。下次见。